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布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聊一聊哈勃太空望远镜。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首先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，让我呢有这个动力继续做这个视频节目。行了，废话不多说了哈，咱们书归正文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哈勃太空望远镜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，宇宙不再只是书里的概念，也不再只是天文馆里模拟出来的星空。从太阳系的小行星到遥远到几乎要被背景噪声吞没的早期星系，我们竟然真的能看到。而这份视野很大程度上来自同一个名字——哈勃太空望远镜。很多人认识哈勃是从他那些宇宙名画开始的，深空里密密麻麻的星系，像彩色烟雾一样的星云，还有那种一眼看过去就让人说不出话的壮丽。但我想先说一句，哈勃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拍的美，而是他拍到的东西曾经根本不可能被地球上的人类看清。因为地面望远镜有个共同的敌人——大气层。空气是透明的，但它会抖动，会吸收，会散射。它把星点揉成模糊的光斑，它吃掉一些波段，让很多信息永远过不来。它还会把城市的灯光当成噪声，直接盖住来自深空的微弱信号。所以天文学家一直有个朴素到近乎固执的愿望，把望远镜送到大气层外，别让空气再搅局。哈勃就是在这种愿望里诞生的。他的眼睛是一面直径 2.4 米的主镜，可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口径，而是一项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奢侈的设计。它被做成了可以在太空里维修的天文台，这点后来几乎决定了它的命运。1990年4月，哈勃跟着航天飞机进入近地轨道。那一天，外界都以为这是一场稳稳当当的发射成功，可在真正的工程团队眼里，那天像拆一颗慢慢滴答的定时炸弹。因为哈勃很重，接近11吨，失重并不会让质量消失，惯性依然在那里。这么大一台设备，从航天飞机货舱里被机械臂抬出来的过程，稍微出现一点姿态失控、旋转、偏摆、碰撞，任何一个都可能是灾难。原本地面模拟过无数次的动作，在真实太空环境里变得复杂得多。宇航员不得不把操作改得极其保守，一点点抬，一点点停，一点点修正。原本几分钟的动作，硬生生拉成了长时间的精细吊装。而最要命的是，时间在流逝。因为从某一个瞬间开始，哈勃就不再依赖航天飞机供电，而只能靠内部电池维持生命。它要真正活下去，必须尽快展开太阳能电池板开始发电。如果太阳能板打不开，电池耗尽，关键系统可能出现不可逆损伤，哈勃就会当场变成一块昂贵的太空垃圾。终于到了展开太阳能板的那一步，一侧很顺利，但另一侧却在伸出一小段之后停住了，再下指令也没有反应。你可以想象那种安静，不是电影里的紧张配乐，而是所有人盯着遥测数据，屏住呼吸的那种安静。如果强行驱动，可能把结构拉裂，可如果什么都不做，电池迟早耗尽，结果同样是死亡。工程团队最终选择了那个仍然有希望的方向，调整策略，重新尝试。然后太阳能板继续动作，缓缓展开，直到完全到位锁定。那一刻意味着哈勃先活下来了。可更大的问题随后才出现。按设计目标，哈勃应该拍出比地面望远镜清晰得多的恒星图像，恒星在画面上应当是针尖般锐利的光点。然而第一批科学图像回传地面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恒星不是点，而是一团散开的模糊光斑，不是简单的对焦误差，也不是姿态抖动。最终确认的原因几乎让人绝望，主镜存在球面相差，误差有多大？大约2微米。听起来像个玩笑，对吧？它大概是头发丝厚度的1/50。可在天文光学里，这点误差足以毁掉整个成像质量。媒体开始嘲讽，公众开始质疑， NASA 承受巨压。很多人当时真的认为哈勃的故事可能到此为止。但哈勃与以往望远镜有一个本质区别，它能修。主镜无法拆下来重磨，也不可能在太空里直接换一面新镜子。那怎么办？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像给望远镜配眼镜的方案，不动主镜，而是在主镜之后的光路上加一套精密的补偿光学系统，用反向相差去抵消主镜的错误，让光重新聚焦到正确的位置。这套系统后来被称为 CoStar， 再加上带补偿设计的新相机等升级设备。1993年，航天飞机带着这些眼镜去到轨道，宇航员进行了多次舱外活动。你想象一下，戴着笨重手套，在失重与真空里像修表一样拧螺丝、插拔模块，
把大型仪器从望远镜里抽出来再推回去。很多关键动作几乎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重来按钮。那是一次人类航天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精密维修。维修完成后，全世界都在等哈勃重新睁眼。几周之后，新图像传回地面，恒星终于变回清晰的光点，轮廓锐利，细节恢复。控制室爆发掌声。那不是因为照片更好看了，而是因为人类用工程和合作，把一次几乎注定的失败硬生生扳回了胜利。从那一刻起，哈勃才真正开始成为它本该成为的那台望远镜。接下来才是哈勃对人类真正的贡献。哈勃首先改变的是宇宙的尺度。在天文学里，距离几乎决定一切。你不知道它离你多远，就无法推算它的大小、质量、亮度，更无法建立宇宙膨胀速度与宇宙年龄。哈勃在没有大气扰动的条件下，更稳定地测量关键恒星的亮度变化，让宇宙距离梯子的基准更可靠。距离标尺更稳，宇宙膨胀速率的测量才更可信。膨胀速率更可信，宇宙年龄的估算才更接近真相。我们今天谈宇宙的年龄、宇宙的演化，不再只是猜测和模型，而是被大量观测不断校准后的结果。而在这些尺度被校准之后，哈勃又把人类带到一个更震撼的结论面前：宇宙在加速膨胀。很多人曾经以为宇宙膨胀应该会被引力慢慢拉住变慢，可对遥远天体的观测数据却指向相反方向。宇宙不但没有刹车，反而在加速。为了让这种加速成立，人类不得不承认宇宙里存在一种推动时空膨胀的成分——暗能量。这不是多知道了一条知识点，而是宇宙观的一次翻面。宇宙的命运、宇宙的未来、宇宙的主导力量很可能不在我们熟悉的物质与引力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哈勃也让黑洞从理论里的怪物变成宇宙结构中的常见角色。在哈勃的观测支撑下，科学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许多大型星系中心都存在超大质量黑洞。黑洞与星系的形成和演化紧密相关。黑洞不再只是科幻的主角，它成了宇宙秩序的一部分。但如果说这些成果更像写进论文里的革命，那么哈勃对大众最直接、最震撼的一击来自一张图——深空场。1995年，哈勃做了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儿，他没有去拍最亮的星云、最壮观的星系，而是对准天空里看起来最黑、最空的一小块区域，连续长时间曝光。结果，那块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黑暗里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星系。那一刻，人类第一次在直觉上被宇宙教育：宇宙并不空，只是远。所谓虚无，只是我们眼睛不够强。每一个小光点都可能是一个星系，里面可能有数百亿颗恒星。银河系不再是中心，也不再特别，我们只是宇宙海洋里的一小朵浪花。哈勃还把镜头对准恒星的生命，他看见恒星在尘埃中诞生，看见恒星在爆炸中死亡。超新星残骸里被抛洒出来的元素会成为新的行星，甚至生命的材料。这句话听上去很诗意，但它是冷冰冰的事实。构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元素，确实来自恒星死亡时的灰烬。我们并不是站在宇宙外面观看的人，我们是宇宙过程的一部分。几十年下来，哈勃留下的不只是照片，他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，支持了海量研究，也推动了天文学与宇宙学不断更新自己的答案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想象。在哈勃之前，宇宙是抽象的，是公式的，是只能靠想象去补全的。在哈勃之后，宇宙变成可以看见的真实存在。我们不是靠浪漫去相信宇宙，而是靠光、靠图像、靠数据、靠证据。如今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在更深的红外里探索早期宇宙。有人说哈勃是不是该退场了？其实不是，韦伯擅长红外，能穿透尘埃看得更古老；哈勃擅长可见光与紫外，能捕捉炽热恒星与结构细节。它们不是替代，而是互补。就像一个看骨架，一个看纹理，一个看更早的宇宙，一个把宇宙的色彩、结构与细节留给我们。没有哈勃，就很难有今天公众对宇宙影像的审美与信任，也很难有后来望远镜接力的基础。哈勃终有一天会老去，它的陀螺仪会损耗，轨道会衰减，维修的时代也已经结束。但就算它停止工作，它留下的数据仍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被研究、被引用、被重新理解。因为哈勃真正带给人类的不只是一台机器，而是一种能力，把眼睛送到地球之外，把时间变成可见，把遥远变成证据。如果你此刻坐在屏幕前，看到那些来自1万年前的光，你会明白一件事：宇宙从来不急着回答我们，它只是把光送来。
而哈勃做的是替我们接住那束光，把它变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。它没有改变宇宙，但它改变了我们看宇宙的方式，也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